吸血鬼夫人在家中遇害，真凶竟然在家人之中。这吸血鬼一家用人类美食招待了他们请来的客人，作为侦探的鸭叶和真达，不过他们自己吃的却是鲜红的血液。送两人过来的车夫也一并参加了晚宴。看到这一幕，只觉得恐怖，没想到真达这么泰然自若。虽然勋爵一家都是亲人类派，但吸血鬼的体质还是让他们必须定期摄取鲜血，否则就无法维持体力。当然，这并不是人类的血液。勋爵还关心问叶芽需不需要进食，叶芽一本正经的回答他最近在减肥，吓得真达一口面包喷了出来。这两人怎么看都不靠谱。勋爵的二儿子拉沃尔非常不信任他们能找出杀死母亲的真凶，而且之前他还看到真塔试图欺骗车夫，没想到真塔直接说出他当时就住在快塔的塔上。拉沃尔只当他眼神好。克劳德同样觉得这两人是江湖骗子。刚好车夫问叶芽那个时候是怎么看出自己被妻子斥责，都已经一周没喝过酒的事。于是叶芽干脆借这个稍微展示了一下实力，他是从车夫的衣服推测出来的。车夫的衣服肚子的部分褪色，线也磨损了，这是因为他经常把食物撒在衣服上，妻子反复粗行的地方导致的。一个大人只有喝醉才会这样。衣领部分非常干净，纽扣也重新缝过，这说明车夫的妻子是一个贤惠的女人。可她的衣服看起来却已经一周没洗了，不过腹部也没有沾上新的污渍，也就是说车夫这一周都没有喝酒，肯定是妻子厌烦了每次要帮他清洗脏衣服。柔和人训斥了丈夫一顿。鸭叶的推理非常精彩，让克劳德想起伦敦那位名侦探夏洛克·福尔摩斯。开胃小菜已经结束，现在该讨论汉娜夫人的案子了。汉娜是在半夜1点半被发现尸体的，在1个小时前的0点半，勋爵一家也是现在这样吃了午饭。接着汉娜一如往常的回到房间休息，勋爵则去了2楼书房和克劳德聊了一会儿。当时小女儿夏洛特就在一旁玩人偶。1点的时候，三人一起离开书房，在门厅前分开。勋爵照常要出门狩猎，先去仓库拿了枪。那个时候的仓库还没有任何异常，所以凶手从仓库拿走凶器击杀汉娜，应该在1点到1点半之间。勋爵刚走家门，拉沃尔就追了上来，说想看植物，两个人就一起去了森林。在此期间，他们一直在一起。勋爵一共开了3枪，却一直6都没打中。克劳德也补充，他听见森林深处传来3声枪响。他和父亲、妹妹分别后回到了自己的房间，妹妹被他交给女仆照顾了。亚也又将目光转向了拉沃尔，问他在午餐结束后到狩猎前的30分钟都干了什么。这个少年被怀疑杀了自己的母亲，对侦探的审问避而不答，反而表示他不应该怀疑他们。勋爵也赞同小儿子的观点，亚也却不以为意，继续追问拉沃尔。拉沃尔只好说了自己的时间线，他在1点之前一直待在自己的房间，在此期间没有听到任何声音，并且强调案发时候他是跟父亲待在一起的。但其实并不完全是，因为从勋爵确认完仓库到拉沃尔离开城堡，中间是有1分钟左右的时间差的。接着轮到女仆了，午餐结束后，女仆去厨房收拾，在1点时又去了洗衣房，途中遇到克劳德和夏洛特，被克劳德拜托跟夏洛特玩一会儿，女仆就一边洗衣服一边唱歌给他听。在洗衣房一直待到1点半时，汉娜的尸体被发现，期间只去过1次卫生间，大概花了1-2分钟。亚叶向夏洛特确认了女仆的证词后，又用更加严厉的语气问管家的动向。管家表示他只去了地下工作室调整勋爵的预定行程，一直都是一个人，除此之外什么都没做，也没听见什么奇怪的声音。根据所有人的证词可以认定，1点之后没有不在场证明的只有管家和克劳德。管家看起来非常恐惧的样子，连忙表示凶手不可能是他。克劳德则是耻笑一声，他怎么可能杀害自己的母亲呢？勋爵也不觉得他们会是真凶，双方争执之间还把夏洛特给吓哭了。午餐时间就此结束。回去的路上，侦探问亚也推理的怎么样了，亚也回答目前还不太明了，然后安排进去监视女仆和管家，如果出现特殊情况一定要拦住他们。这两人在他心中的嫌疑是最大的。说话间，克劳德竟然跟了上来，一言不合朝侦探发动了攻击，死死掐着他的脖子，展现出属于吸血鬼的杀意。侦探还是那副吊儿郎当的模样，亚也没有因为这个就认定克劳德是凶手，他们还需要继续调查。另一边，管家和女仆在饭厅里被警局监视着，管家看时间已经1点了，就想离开去书房，警局直接告诉他现在还不能离开。管家说还要跟勋爵一起工作，女仆就告诉他勋爵刚才和侦探先生一起去了西边的森林，说要去找些什么东西。与此同时，侦探和亚叶正跟着勋爵朝森林深处走去，他们想看看那天晚上勋爵被猎人袭击的地方。而勋爵再一次强调犯人绝对不可能在他们之中。这个吸血鬼未免有点可怜，在现在这位妻子遇害之前就已经3次遭遇家人被害了。明明他是吸血鬼中更加亲近人类的一派，人类却如此对待他。没错，勋爵坚信妻子是被猎人所杀。接着他又说起了一个从日本传出来的传闻，说是有个绝对不会死的怪物，这个怪物的外表和人类没什么区别，但是不老不死，受伤也能迅速恢复。这时亚也插了句对话，告诉勋爵其实有一个方法能够杀死不死，这个世界上还存在名为鬼的生物，鬼的细胞可以伤害所有怪物，就算不死也无法幸免，所以鬼能够杀死不死。不过鬼虽然攻击力极强，但
但却是个脆皮，用子弹和火药就能轻易将其杀死，而且智商低下，已经被人类给彻底消灭了。事到如今，完整的鬼已经不复存在，但还有真打这种不完整的。勋爵已经猜出了他俩的身份，结果话音刚落，一支箭就没了他的脖子。勋爵随意将剑拔出来，伤口转瞬间就已经愈合。他扔下提灯，开始对那个猎人千里追踪，不费吹灰之力就将犯人踩在脚下，认定这就是杀害妻子的凶手。就在他准备下死手为妻子报仇的时候，真打追了上来，脚下留人。亚爷用笃定的语气告诉他，这人并不是凶手，看他的外表，应该是今天才抵达这座城市，因为手肘上沾着煤灰，大概率是长时间把手在火车窗边造成的。果然，真打在那人身上搜到了一张3天前从梅克伦堡到这里的车票，说明最起码3天前那人还在柏林北部，直接有了不在场的证明。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人的嫌疑全都洗清。原来这个猎人是之前袭击勋爵猎人的朋友，他是来为朋友报仇的。半个月前他就知道了朋友的计划，当时朋友非常自信地告诉他，不用担心，绝对干得掉，就是找到了一个很强的合作者。亚爷又问他知不知道那个猎人带着银装，对方表示并不知道那是银的，怪不得朋友一直都不给他看。问完这个问题后，亚爷让真打放了这个人，多亏了这小子，他们不用继续在森林里搜寻了。亚爷就让勋爵一起回到城堡，再把大家重新叫过来开会，也是时候结束这场闹剧了。那么真凶究竟是谁呢？敬请期待下一集。